地府中镜子的故事及传说。在东亚民间信仰中，地府中有一面镜子，可以照出人的一生善恶。亡灵在进入地府之前，必须照一照这面镜子，镜子中就会显示他们生前的所作所为。阎罗王根据镜中的影像来进行审判，决定亡灵的来世轮回。关于地府中镜子的传说，在东亚地区流传甚广，衍生出丰富的文化内涵。地府镜子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印度神话。在印度教经典《吠陀经》中，有一位名叫阎摩罗都 Yamaraya 的神祇，是掌管阴间和审判亡灵的神。阎摩罗都有一面镜子，可以照出人的一生善恶。阎摩罗都根据镜中的影像来进行审判，决定亡灵的来世轮回。后来，随着佛教的传入，阎摩罗都信仰逐渐传入中国。在佛教经典中，阎摩罗都被称为阎罗王，是护法神之一。阎罗王也有一面镜子，可以照出人的一生善恶。亡灵在进入地府之前，必须照一照这面镜子，镜子中就会显示他们生前的所作所为。阎罗王根据镜中的影像来进行审判，决定亡灵的来世轮回。道教吸收了佛教的阎罗王信仰，并将其本土化。在道教传说中，地府镜子是十殿阎罗王中的阿鼻地狱，是地府中最痛苦的刑场，只有犯下滔天大罪的人才会被送入这里。在阿鼻地狱中，有一面巨大的镜子，可以照出人的一生善恶。亡灵在进入阿鼻地狱之前，必须照一照这面镜子，镜子中就会显示他们生前的所有罪恶。阎罗王根据镜中的影像来决定亡灵在阿鼻地狱中遭受的惩罚。地府镜子的主要功能是照出人的一生善恶，为阎罗王审判亡灵提供依据。此外，地府镜子还具备以下功能：警示世人。地府镜子可以让人们看到自己生前的善恶，从而起到警示世人的作用。惩恶扬善。地府镜子可以帮助阎罗王惩恶扬善，让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超度亡魂。在一些民间传说中，地府镜子还可以帮助超度亡魂，让亡魂早日投胎转世。关于地府镜子的故事，在东亚地区流传甚广，其中比较著名的有以下几个：孟婆与地府镜子。在一些民间传说中，孟婆是地府镜子的守护者。亡灵在喝下孟婆汤之前，必须照一照地府镜子，镜子中会显示亡灵生前的所有记忆，让他们在投胎转世之前忘却前世的恩怨情仇。包拯与地府镜子。在北宋戏曲《包青天》中，有一回讲述了包拯在阴曹地府照地府镜子的故事。包拯在镜子中看到了自己一生为官清正、惩恶扬善的善行，得到了阎罗王的嘉奖。普通人与地府镜子。在民间传说中，也有很多普通人照地府镜子的故事。这些故事往往反映了人们对善恶报应的因果观。地府镜子信仰对东亚地区的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，它反映了人们对死亡、轮回和因果报应的思考，并在文学、艺术等领域留下了深刻的印记。文学。地府镜子经常出现在中国文学作品中，例如在明代小说《西游记》中，唐僧师徒在前往西天取经的路上，就曾遇到过地府镜子。艺术。地府镜子也经常出现在中国的绘画、雕塑等艺术作品中，例如在一些寺庙的壁画中，可以看到地府镜子的场景。民俗。在一些民间习俗中，
人们也会将地府镜子与现实生活中的仪式和活动相结合。例如，在一些地方的丧葬仪式中，会向死者口里灌入少量汤水，以象征性的方式让死者照一照地府镜子。在现代社会，随着科学知识的普及，人们对死亡和轮回的看法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。许多人不再相信地府镜子的存在，而是将其视为一种神话传说或民间故事。然而，地府镜子信仰仍然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，它提醒人们珍惜生命，行善积德，不要做坏事。此外，地府镜子信仰也反映了人们对公平和正义的追求。在理想的社会中，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人们应该得到公正的审判。